闹灾荒那年，神母打发我去投奔未婚夫周家。周艳里瞧不起我，他打量我破旧的衣裙，随手指了桌上空的糖桃罐。周家没钱给你买不做嫁衣，等你攒满了一罐子钱，我就娶你。哎，钱可真难攒啊！一年里我省吃俭用，冬日凿冰洗衣，夏日织席那缕，手上尽是旧了又新的伤。好容易陶罐快满了，神母却说弄错了，当初定亲的不是周家是邹家。邹家花轿来接人时，周艳里不在，小厮常喜的面色也有些为难。那邹家忒穷，娘子嫁过去恐怕连吃饭的锅都没有。就说这租花轿的钱，一半是他帮人抄书传的，一半是父子同窗们凑的呢。那花轿四角垂绫，虽旧却干净齐整，一看便是用了心。我看着心里欢喜，抿嘴笑道：不要紧，我也攒了些钱。抱着那个小小满满的陶罐，我上了花轿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常喜拦在花轿前，忍不住为自家主子周艳里说情。前些日子，少爷跟绸缎庄的李掌柜订了几匹红缎子，还派人去京城花大价钱定下一批女儿红，这眼见着是要娶娘子过门的。见我不语，常喜踮起脚，又指了指我怀中装的满满的陶罐。少爷不是说了吗？等娘子把罐子攒满，就娶娘子过门的。如今苦尽甘来，好容易攒满了，娘子怎么忽然要走了？我想了想，觉得自己好像是有点任性了。1年前我找上周家的时候，正是周家吃饭的点。我瘦瘦小小，一身破烂衣裙，怕旁人瞧不起我，我看了一眼桌上饭菜，只垂着头小心翼翼咽口水。周艳里满眼嫌弃，下意识就叫常喜把我当成要饭的花子撵出去。周父放下筷子骂了他，说当年周家逃荒，要不是恩人给了祖父一口饭吃，也没有周艳里在这里嫌弃我的份。周父郑重地跟我说，既然是祖上的恩情，周家不会狼心狗肺。可看周艳里满眼的恶心和身上昂贵的绸衣，我也有几分犹豫。不然这门婚事就算了吧，把周艳里折成几斤白面馍馍也成。可不等我开口，周艳里厌恶地移开眼，忽然看见桌上空了的糖桃罐，讥笑道：娶你可以，但没有厚脸皮吃用我家，还要我家出嫁妆的道理吧？我也不为难你，只要你把这个陶罐攒满了，我就娶你。柳三姑娘要是不愿意也无所谓，反正周家没有花轿嫁衣给你。她满眼嘲讽，好像我是个借着婚事来周家白吃白喝的蛀虫。那她可把人看扁喽。我可不是白吃白喝的懒娘子，洗衣做饭、织席纳履、绣花苗样我都会。我手巧又勤快，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抱着那个小小的陶罐，我认真地看着周艳里，那一言为定。我以为陶罐小小一个，很好装满。一开始我熬了半个月的夜，替人家画绣样打烙子，陶罐的钱很快铺了一层底儿，却被常喜拿走大半。我抱着3个铜板咣啷响的陶罐去问常喜时，那堆铜板却在周艳里手边桌上。周艳里正在水榭亭子跟一群酒肉朋友听戏赏花。常喜知道我常常熬夜做活，不敢看我眼下熬出的淡淡的青色。少爷说，娘子吃住都在周家，除去食宿，还有灯油纸笔的花销。4月春光里，周艳里倚着栏杆，漫不经心地拈起茶盏打量我。难道柳三姑娘还没过门，就想白吃白喝吗？忽然想到什么，周艳里又笑得顽劣。还是说你想嫁给我的心急不可耐？听他细写，那些好兄弟就肆无忌惮地打量着我笑。周少爷风流好模样，我要是花魁红官，哪怕给自己赎身也要嫁的。女儿家春日情丝漫漫，如今帐暖日长，好睡鸳鸯。这话说的周艳里心情大好，指了指我辛苦挣来的那堆铜钱，说得好，这钱赏你们吃酒了。拿我辛苦挣来的钱赏人时，周艳里悠然看着我，想从我脸上看出恼怒和难堪，最好是能叫我掉眼泪。那他可错了。我倔劲起来时，不哭也不闹，穷人也想争口穷气。那周家一草一纸，房租饭食，辛苦周少爷写个明细单子给我。我相信周少爷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总不会连自己的未婚妻都欺负。后来攒钱就很难了，冬日凿冰洗衣，夏日织席纳履，冰碴子和竹刺儿，手上的伤总是旧了又新。
倔劲犯了时，伤痛好挨过。可在周家吃饭，常有瓜果糕点，模样精致的我见也没见过。可那要好多钱，我吃不起。周艳里总是尝了一口，就当着我的面丢掉，见我眼馋时也毫不客气地奚落我。柳婵，你这样的女子我见过很多，明明又懒又馋，眼皮子浅，一心想嫁进富贵家过好日子，却还故作毫不在意。这话说得我又羞又愧，脸上火辣辣的疼。记住在神母家时我也是饿惯了，总是做很多活，还吃不饱肚子。从前秋收时我割了一天的草，回到家也没有人给我留一口汤饭，我就偷吃了弟弟半块冷窝头，被神母阴阳怪气，指桑骂槐说了3日。说树上的蝉又懒又馋，眼皮子浅成日就知道叫唤。我不知道怎么反驳这话，因为我确实想留在周家。也许吧，也许我真的又懒又馋。冬日太冷，想吃上一口热乎乎的糕；夏日太热，想歇一歇，也想喝上一杯凉银子。说到底都是怪我又懒又馋，痴心想过好日子。其实10日前，陶罐子已经攒得满处尖尖，我的好日子眼见着是要过上的。可是房里忽然遭了贼，我心里清楚那贼是谁，因为陶罐的钱只偷去了尖尖，还给我剩下大半。为什么不全偷了？那时周艳里躺在院中藤椅上，脸上盖着梳心虚的假寐，并不敢看我红了的眼眶。那贼跟你一样眼皮子浅，不成吗？以为我走了，他小心翼翼地从书下偏头看，又见我坐在葡萄架下抱着陶罐，用力地擦眼睛。周艳里心虚，端了手边精致的茯苓糕到我面前，罕见的服软哄我：喂，这个给你吃，不要你钱，你别哭了。那钱说不定等那贼想2天，想明白了就给你送回来了。我没有理他，抱起陶罐，一声不吭地走了。常喜提起这件事，希望我念起旧情。本来说好了都偷走的，但是少爷犹豫了，又给放回去了，就偷拿了一小把。其实我看出来了，少爷早对娘子动心了，只是少爷性子轻狂惯了，他自己还没转过来弯，不肯承认，所以才偷了娘子的钱，想再缓些日子，想明白了就娶。见我不言语，常喜心里升起一丝希望。再说了，那邹家忒穷，饭都吃不起，花轿也是凑钱租的。他说邹家很穷，可眼前的花轿4角铃铛擦得一尘不染，轿子中间的软垫是新的，针脚杂乱却密，一看就是用了心。黄昏时有风吹过，那铃铛就叮叮咚地为邹家公子说一说情。不要紧，我正好也攒了些钱。抱着那个小小满满的陶罐，我坐进了软和的花轿。常喜急得快哭了。那少爷回来，我怎么交代啊？我低头看着陶罐，又瞧了瞧外头叮咚的铃铛，略想了想，笑道：你就说柳三姑娘眼皮子浅，看人家花轿漂亮就跟人跑了。长乐跟着周艳里在姑苏转了一圈，肩上的行李越来越重，忍不住后悔当初怎么没让常喜来。这儿的扇子不错，置办36份给书院的夫子和同窗。长乐算了笔账，觉得不妥。书院夫子同窗加起来37人，怎么买36份？周艳里的扇子在长乐头上敲了一下。呆子，难道还要送那个姓邹的吗？长乐悻悻地跟上去，觉得少爷的心思实在难懂，明明2人从前还算要好呢。当初刚入学的时候，夫子就夸自家少爷天资奇绝，家中藏书读起来也是一目十行，过目不忘，书院里的人都考不过他。当然邹公子一开始也考不过，少爷就躺在红官人的腿上喝酒自得。邹公子模样好，脑子也不算笨，只可惜遇见的是少爷我。唉，只知道傻读书的穷小子是没有出路的。可后来傻读书的邹公子考过了，自家少爷的笑脸就挂不住了。但少爷打小就聪明，有一肚子促狭主意。柳三姑娘来了，少爷很快想到了个点子。少爷叫柳三姑娘做了糕粽，说要送来书院做宵夜。柳三姑娘以为周少爷看中自己，柳三姑娘心里高兴，没要底下人帮忙，欢欢喜喜洗了3斤蜜枣，10斤糯米，熬了2夜，看着炉火，用新鲜荷叶包的齐整，顶着大太阳亲自送去。自家少爷当然瞧不上这些甜腻吃食，不过是想拿来捉弄邹公子。柳三姑娘刚送来，就被少爷当面扔了。
少爷以为邹公子穷，会把这些高粽捡回去吃，可是没等来邹公子，倒是把柳三姑娘气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还是邹公子看不下去，捡起来拍了拍荷叶上头的灰，咬了一口，很好吃。柳三姑娘破涕为笑，也有些不好意思。那蜜枣是我一个个挑的，河都去了。看眼前二人像一对璧人，少爷心里像扎进了枣核，更不舒坦了。碍于夫子训话，说同窗情谊，他还是请了邹公子登船听曲。邹公子看了眼风情万种的红官人，只是退一步，淡淡拱手。邹某已经定亲了，又叫红官人轻轻叹一句：易得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。想到这，周艳里咬牙冷笑道：邹家又穷又抠，未婚妻过了门，怕是当晚就要跑。谁要是嫁给了邹呆子，有的是苦头吃。连女人的手都没摸过，他知道怎么疼女人吗？想到邹公子那不解风情的样子，又想到自家少爷一路为娶柳三姑娘才买的东西，酒要20个年头往上的，嫁衣要苏绣的，花轿要10位工匠赶工的，哪怕是娶天上的仙女儿也不过这样了。长乐赶忙溜须拍马，谁要嫁邹家，那可真是守活寡了。少爷才是花丛里待过，知冷热的，不然柳三姑娘怎么辛苦攒钱也要嫁呢？等邹家有钱娶妻啊，少爷您跟柳三姑娘的娃娃都会上街打醋喽。被长乐说得高兴，周艳里合了扇子，却故作为难。本来也不想娶，不过看他前心，勉为其难罢了。等他进门，再熬一熬他的性子，保管叫他死心塌地。长乐有点好奇，就问：那为何10日前，少爷还要我去拿柳三姑娘的钱呢？难道不怕她不嫁了吗？周艳里微微笑道：他神母不肯留他一张吃饭的嘴，他无处可去，不嫁我还能嫁谁？长乐想了想，也觉得自家少爷神机妙算。旁边银匠铺子的掌柜见周艳里出手阔绰，便凑上来推销：公子瞧瞧小店，给夫人打个金5件，工费核算。等银匠叮叮当当敲打时，瞧见楠木架子上挂着一个小小的银质长命锁。周艳里想到什么，忍不住勾起唇角，指了指：再来一个长命锁。长乐又看不明白了，难道柳三姑娘进门后生个小少爷，就只带个银的长命锁？不是，是周艳里的嫉妒心又开始蠢蠢欲动。邹家穷的连1两银子都拿不出来，也不可能娶到比柳茬更好的姑娘。他想看连赢了自己都云淡风轻的邹玉清，被爱慕虚荣的未婚妻抛弃时会是什么表情。等邹呆子的未婚妻到了，我送他们夫妇，我倒要看看邹呆子能娶到的是什么货色。花轿停在了城南头的老枣树下，我探出头瞧，才发觉架的草率了些，盖头挑开，眼前是破破旧旧的屋舍，矮了一角的书桌还垫了块破瓦，2杯薄酒应当是合紧了。床上只有一张洗得干净，却仅容1人睡下的竹垫。见我好奇地看他，邹于青红着耳朵，支吾着说不出话，只低头盯着手上秤杆，好像能看出花来。我心里偷偷地想，哎，这人虽然长得不错，但是好像很笨，把全部家当都花在了租花轿上。租个好花轿，是听说姑娘在周家受了欺负，想给姑娘长长脸，没成想租个花轿，再雇轿夫，原来要花许多钱。这话说的我心里还挺高兴，我才想说，穷不要紧，以后你好生读书，我在家里织席绣花，只要夫妻齐心，这日子是不愁过不好的。邹于清忽然想起什么，忙拿起桌上盛酒的粗陶罐递给我：这个给你。这装酒的陶罐比周家拿来的要小许多。我立刻明白了，这是像周艳里一样要我攒钱。怎么这里的男人都好生算计，亏我当初还以为他是个好人。我心里有点不高兴，却不肯矮人一头。那你说清楚，我住这里1月租子多少，1日吃用多少，我不占你便宜。邹于清一愣，忙指了指罐子说：不要你的钱，是以后给你的零花都放在这里，你拿着用。我不信，我用的一草一纸，他肯定像周艳里一样跟我算得清清楚楚，等到我真拿了，他又要跟我秋后算账。见我满脸防备，邹于清剩下的话也咽下了。灯油烧尽，外头新月照不见心思，灰灰的不大敞亮。邹于清把唯一一张能睡人的竹垫子让给了我，
他合衣睡在铺了破草席的地上，摸了摸身下竹垫子，我又觉得自己好像不该把他想得那么坏，我才想开口再问一问，他是不是真的有心跟我过日子。邹家是太穷了些，娶姑娘算是恩将仇报了。要是你不情愿，那婚书我烧了，只当没这回事。这话说得我莫名生了气。我想了想，眼见着天气要热起来，把被子拉到头上，赌气闷声说，那我后天就走。那一罐子的钱足够买一张船票，足够租1个月小小的铺面。反正我自己有钱，走了我也不愁过不上好日子。邹玉清沉默很久也没有反驳，只轻轻嗯了一声。第二日我晨起时，邹玉清已经去了书院，桌上留了张字条和饭食给我，又叮嘱了罐子里的10文钱是给我的零花，说午后会有货郎穿街过巷叫卖，可以买些炒米和麦芽糖当零嘴吃，要是罐子里的钱不够用，可以赊欠，回头他补上。拿着那张字条看了看，我想邹玉清这个馊抠男人，字还写得挺好看，怪不得抄书都能挣钱呢。午后货郎挑了担子叫卖，我没买零嘴，买了些丝线和竹篾，午后坐在枣树下慢慢地织席子。我想了想，虽然邹玉清要退亲，可那花轿的人情总是要还。那酒罐子里的钱我先不动，自己心里还要暗暗记下账。等秋天到了，他跟我连本带利算账时，我把罐子放到他面前，他肯定傻眼。风吹过矮墙，送来院里一架蔷薇香。晚饭时，邹玉清做了丝瓜炒蛋、鼠鼠窝窝，还有他带回来的1朵红绒花和1包炒米糖，放在床边。丝瓜炒蛋，邹玉清比我少吃了5口鸡蛋，鼠鼠窝窝也比我少吃了1个。红绒花我不要带，炒米糖货郎说2文钱1块。我心里偷偷记着账，看见我筐里放着的丝线，邹玉清似乎很高兴我用了罐子里的钱。往后日头晒了，就不要编席子了，夫子叫我帮他抄书，能赚些钱。说罢，他又放了1把铜板在桌上，叮嘱我不必俭省，遇上什么喜欢的就买些。饭毕，邹玉清低头借着烛火抄书，叮嘱我先睡。我咬了一口米糖，拈起那朵红绒花，竟然替他发愁。要是我走了，这花谁来带呢？借着烛火，我拿着绒花远远地在邹玉清耳边比了比，艳艳的，倒是挺好看。他戴好看，那就给他戴好了。这一笑，叫他一抬头捉住我的目光。我心虚地把绒花收到枕头底下，假装睡着。邹玉清放下书，轻声问道：是热的睡不着吗？要不要听故事？有故事听，我一咕噜坐了起来。邹玉清讲了个志怪故事。从前有个书生，赶考途中见到一具白骨，曝尸荒野无人收敛，书生觉得可怜，便立碑掩埋了。后来书生落榜灰心回家，半夜却有一位美人敲门，美人说感激书生安葬之恩，欲结为夫妇，2人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我撇撇嘴，有点失望，好没意思。邹玉清却温温笑道：你接着听呀。后来邻家的男人知道了，羡慕不已，连夜也去寻找无名尸骨，终于让他找到了一具。邻家男人又惊又喜，连忙掩埋了，等着美人上门报恩。功夫不负苦心人，半夜邻居的门也被敲得震天响，只听见门外一位粗犷壮汉叫道：恩公安葬之恩，洒家感激不尽。那后来呢？后来他们也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我一怔，细细寻思，扑哧一声笑出声。见我笑，邹玉清也弯了弯嘴角。怕我无聊，邹玉清又讲了2个故事解闷。我怕耽误他温书，也怕看他时尴尬，假装睡着了。邹玉清轻声细语，手中的蒲扇也慢慢地摇，竟然真的哄我睡着了。小暑大暑，上蒸下煮，半夜墙外促织声如雨脚，将我吵醒了。邹玉清合衣睡在地上，兴许是太热，额角渗着薄汗。我刚刚眯了一会，现在也不太困，就接过他手中蒲扇，轻轻地给他扇着风。我撑着手一边扇风，一边想着那红绒花是别在他鬓边，还是簪在发上呢？借着半月星光，想着邹玉清簪花的样子，我不自觉也笑了。那明天先不走了，等这个席子织好了，送给他再走。我当然也不是吃亏，就当抵了3个故事和那块米糖喽。我心里越想越敞亮，他对我好一点，我就还他一点。等以后我走那天真算起账来，他说我给你讲故事，
我就说我给你扇扇子，他说我给你买了米花糖，我就说我也给你编了凉席，可不就是谁也不欠谁的了吗？可邹于清给的有些多，让我一下不知道怎么还。知道我怕热，他买了个小小的藤枕，睡着不会出一脖子的汗。上午货郎送来了一包乌梅饮，说是邹于清特意跟他要的，用井水泡了，午睡醒了喝一杯最消暑。夏昼长，树影短，我靠在小藤枕上，心里吹进一阵凉丝丝的风。这是从小到大第一回我能偷懒睡个午觉，门却被拍得咣咣作响，有不速之客。你这丫头才睡起，早晚被夫家嫌弃。沈母牵着弟弟，看着我脸上藤枕的印痕，抓了一把米糖塞给弟弟，眼睛在屋内乱瞟，嘴上不住挑剔。当初在家怎么说你的来着？又懒又馋，将来被休回家，看你上哪哭去？上哪哭？我哪也不去。我攒了一罐子的钱，等着回去盘个店面，就再不用看人脸色过日子。弟弟看见那包乌梅饮，撒泼打滚要喝。我扭过头不想理会，沈母却忽然叹了口气说：好，总归也是看你成家了，我就放心了。沈母从来不给我好脸色，这软话说得我心里一酸。等我打了井水回来，却发现沈母早拉着弟弟走了，桌上那包乌梅饮和米糖也不见了。我叹了口气，算了，就当送他们了。我接过席子，慢慢的支。下午时货郎又来一趟，我想着那包乌梅饮是邹于清买的，总该让他也尝上一口。我去糖罐子里拿钱，却发现床下的糖桃罐空空如也。我猛地想起中午沈母乱瞟的眼睛和不告而别，跟货郎大哥解释了2句后，我匆匆夺门而出。沈母闭门不见，见我拍门，反而恼怒骂我没有证据，血口喷人。骂到最后，他甚至叉着腰，得意洋洋叫我尽管去报官。这些年他给我一口饭吃，养恩大过天，告他前我自己要先挨10棍。天色昏昏时，我光顾着伤心，没看清脚下的路，还崴了脚，脚踝疼得走不动路。我坐在河边柳树下的大石头上，远远看见各家灯火星星点点，却没有一盏是为我而亮。从在沈母家干活干到累得躲起来哭，盼着早日嫁出去。到在周家，周艳离指了指那个陶罐，给了我一点希望。我以为这次我有的选，我以为这次真的不一样了。毕竟那陶罐真的攒满了，足够买一张船票，足够租下一个不大的门面。可怎么到头来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呢？夏夜的风吹在身上是热的，可是脸上一抹一手的冰凉。伤心尽过了，周围黑黢黢的，就有点怕人了。我强撑着站起来，一瘸一拐地往邹家走。没了那罐子钱，又要像在周家一样看人脸色过日子了。远处摇晃着一点灯影，是邹于清。他提了灯来寻我，听见窸窸窣窣的动静，惊喜道：是柳三姑娘吗？我慌忙抹掉脸上的眼泪想逃，肿起的脚踝却使绊子，整个人狼狈地跌坐在地上。邹于清蹲下身子，怕我不领情，忙寻了个借口。走回去的话，饭菜都要冷了。我觉得很丢脸，低着头不肯说话。忽然那个糖罐子递到我面前，月亮照着里头铜板亮晶晶的，像半罐子星星。我诧异地抬起眼，却看见邹于清的眼睛比星星还亮一些。你的钱，我问了货郎，去给你要回来了。见我望他，邹于清一怔，他不惯扯谎，所以表情也有些不自然。哦，对，我拿走了一半急用，回头慢慢还你。我都帮你把钱要回来了，你总不会连一半都不愿意借我吧？我不傻，我认得我的钱，也知道他凑不上这么多，才说自己拿走了一半。我抱着罐子不吭声，邹于清背着我在月光下慢慢地走，我把头埋在他背上，声音也闷闷的。你知不知道攒钱很难很难？知道。你知不知道我把你想得很坏？知道。你知不知道我攒了这些钱是为了离开你，独自过好日子？知道。呸，你不知道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哪有人都知道这些，还这么傻的？当初去周家接你的时候，我知道你受了委屈，也想过很多。那晚并不是不想留你，我想着把旧花轿擦干净，也想着出人头地后让你有簇新小轿子坐。可是我总要问一问你，万一你并不想做花轿，只是无处可去呢？风吹得很轻，
邹于清的声音比风还温柔。那今晚他来接我回家，我回去要怎么还他呢？我忽然想到第一次见他时也是这么狼狈。我的心意被扔在地上，周艳里的同窗都在瞧热闹，只有他一个人放下书卷，蹲下身捡起脏了的高粽，给我一个台阶。我知道怎么还他了，等我搅好了，我给你做你喜欢吃的高粽好不好？放了蜜枣，又甜又糯，你还记不记得味道？邹雨清歪了一下头，很认真地想一想，味道已经不记得了，只记得那天你哭得很伤心。我鼻子一酸，将头轻轻靠在他背上，决心把上次的话说完。那以后你好生读书，我在家里织席绣花，我们一起过上好日子，好不好？好。月光像糖，铺满回家的路。我知道钱装在罐子里，罐子会叮叮咚咚地响，可我现在才发现，原来装一个人在心里，心也会扑通扑通地响，一直响，一直响。我把耳朵贴着他的后心，哭累了昏昏欲睡时，小声抱怨他的心事。邹于清，你这里一直响，好吵。哦，那我尽量先不想你。邹于清走得更加小心翼翼，末了竟然也有点束手无策的苦恼。对不起啊，阿婵，我好像办不到。周艳里回来第一件事不是回家，他早在明月楼定下酒席，宴请邹于清和他的妻，说是贺他新婚之喜，其实是想叫他们看看自家聘礼的阵仗，好叫他自惭形秽，最好再晃一晃邹妻的眼睛，好叫他看一出贫贱夫妻的笑话。车上的聘礼卸在明月楼，周艳里吩咐长乐把柳三姑娘也叫过来。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周艳里又叫住了长乐，等等，你去请她的时候就喊她少夫人，记住了吗？你们悠着点，乍一说我要娶她，她八成是要激动地昏过去。长乐跟长喜哥俩你推我我推你，支支吾吾不敢说话。明月楼外蒙蒙细雨，周艳里站在门外等，先看见了撑伞的邹于清，冷笑道，听说你娶了妻，人都到家贫娶丑妻，邹兄是不是怕丢人，所以不敢带她来？不等邹于清回嘴，看见他身后的我，打量我鬓边戴着的红绒花，周艳里勾起唇角，不掩眼中的笑意，依旧习惯了冷嘲热讽。怎么戴这么俗气的红花？不过还挺好看。算了，你过来我旁边坐着。我摸了摸鬓边的绒花，笑吟吟回头问邹于清，夫君俗气吗？邹于清温温一笑，好看，阿婵戴什么都好看。周艳里呆住了，结结实实的呆住了。他满眼不可置信，猛地上前，想一把抓住我的手腕。你叫他什么？柳茬，我问你，你叫他什么？邹于清先一步挡在我身前，对周艳里的语气淡漠，却不掩骄傲。阿婵是我明媒正娶的妻。什么时候的事？长乐哆哆嗦嗦看了一眼阴沉着脸的周艳里，哭丧着脸。是半个月前，少爷您去姑苏，邹家就来接少夫人了。是邹家跟少夫人有婚约，不是咱们周家。长喜踢了长乐一脚，眼前再喊一句，少夫人简直是火上浇油。小的也拦了，说少爷您心里很在意少夫人，说那邹家穷吃不上饭，少夫人一开始也有些迟疑，可是少夫人说不要紧，她有钱。周艳里下意识就反问，她哪来的钱？长乐快哭出来了，就是您叫少夫人攒的那一罐子钱。听长乐说起那罐子钱，周艳里怔住了。我见过周艳里轻浮倨傲，却第一次见她心慌却强装镇定。你知不知道邹家穷？你嫁过去过的是穷日子。知道。你知不知道我这次回来要娶你？知道。那你知不知道我其实很早前就……那不重要了。见我对上他的目光平静又坦然，周艳里极力忍着妒意，低声下气地求我，婵儿，你现在往前走一步，到我身边来。我可以当你叫他的那声夫君是开玩笑，你从来没出过周家的门，剩下的麻烦是我来料理，就当我求你过来行吗？想到从前在周家的日子，我下意识后退了一步，不愿过去。周艳里，其实我第一眼见你，心里是很喜欢的，你长得好看又有钱，我也没多么清高，想要是真的能嫁给你，吃点苦也不要紧。你指着陶罐要我攒钱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很生气，反而很想证明给你看，我是配得上你的。那后来为什么不喜欢了呢？
也许是你扔掉的高粽让我难堪，也许是总饿肚子，冰茶和竹刺扎手让我难过，也许是那小小一个却怎么攒也攒不满的陶罐让我灰心。这太像当年我家欠地主老爷的租子，不管我爹和阿娘怎么辛苦劳作也还不完。怎么小小一张纸会叫人把命都填进去？怎么浅浅的陶罐会叫人连幸福也害怕？因为你，我开始把人想得很坏，开始把自己看轻，连邹于清递来的好意我都不敢去接，生怕他像你一样千倍百倍的要我去还。后来在邹家，我睡了很多懒觉，吃了想吃的点心，攒下一些零花，我才知道过上好日子没有那么难。我才发现原来被爱也不需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。邹于清心疼地握住了我的手，想叫我安下心来。周艳里满眼苦涩，哑着嗓子，对不起，怪我从前不知道你过得这么难。你知道，但是你不在意。但是没关系，我有了更好的，所以如今你的在意我也不想要了。大暑出侯，腐草为营，邹于清比往日更忙了，早出晚归，书也看得越来越晚。经县学教育们考核举荐，明年邹于清就可以入州学了。人们都说能到州学念书已经是一步越过龙门，拜官入仕也在抚养之间。神母谄笑着拉着弟弟送来一包碎银，小心翼翼去看邹于清的脸色。周老爷拿拐棍打着周艳里登门攀亲，笑呵呵地摁着周艳里的头，认我为妹妹，收下定礼。登门拜访送礼的络绎不绝，我都一一谢绝了，唯独货郎送来了2瓶伤药，劝我一定要收下。见我诧异，货郎也愣住了。邹兄没跟你说？说什么？他受伤了。当日我和他说你神母偷了钱，他立马拟了一纸状子要告你神母行窃，为了1罐子钱就亲亲相告，将来邹兄当了官就是画饼，被人揪着爬不上去的。我劝他说不值当的，但是邹兄是个榆木脑子，说如果他不帮你出头，就更没人护着你了。县爷跟他老实是故交，不肯叫他折在1罐子钱上头，不接他诉状，反打了10棍撵出去了。后来邹兄就去求老师预支抄书的钱，他这个人又倔又清高，从前饿死也不开口求人的。我怔住了。那天他背着我，任由我的眼泪浸在背上，他只安安静静听我说话，帮我擦眼泪，却没有提起一句自己的伤。午后蝉鸣渐噪，手上那卷席子就和着甜蜜的眼泪慢慢的织。我才发现这些时日过去，这卷席子不知不觉织得宽大，铺在床上正正好好，足够2个人睡下。晚间时候，我铺好了床，邹于清也熟练地打了地铺。我坐在床上，抹撒着手上药瓶，不知为何开始结巴。你过来，我帮你上药。烛火摇曳，一世沉默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我的脸越来越烫，他的呼吸也越来越沉。好了。邹于清并不穿好衣裳，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忽然揽过我的腰，在我侧脸轻轻啄了一下。我壮起胆子，抬起脸飞快亲了他一口，下意识想逃。我不是想亲他，我是想他啄我一下，我总要亲回去一口，万一将来算起账来，可不就是谁也没占谁便宜吗？他却牢牢箍住了我的腰身，叫我逃无可逃。我低着头不敢乱看，声音细如蚊呐。可是你的伤已经不疼了。见惯了他沉默寡言，见惯了他君子谦谦，第一回见他衣衫半褪，于牡丹花下俯身折腰，像个诱哄良家的艳鬼。若是哪里做得不好，阿禅要告诉我，我会学，而且学得很快。夏日的夜晚很热闹，有风吹过树儿窸窸窣窣，有纺织娘、单与金铃子的叫声，有葡萄架下牛郎织女私语。可一切热闹的声音忽然在他吻上来的一刻万籁俱寂。月儿圆，红烛摇，如饮蜜糖。夏梦长，竹电凉，好睡鸳鸯。邹于清番外，怎么样，邹兄？这个骷髅报恩的故事是不是很有意思？同窗促狭地肘了下邹于清，想看这个邹木头笑一笑。邹于清对书生编出的艳鬼狐女传说并不感兴趣，却不知道为何独独记住了这则，还能讲给他听。大概因为故事很像他和阿禅吧。不过他是报恩的男鬼，阿禅是收敛的恩人。看他沉沉睡去的脸，邹于清轻轻为他扇着风，想到当初第一次见他，
是他10岁随着灾民的队伍逃荒，挨个敲门，忍着白眼和讥讽讨些饭食。他饿了4天，已经红了眼。柳三姑娘的神母指着他训斥儿子：懒汉才会当乞丐，你以后不好好念书，就会像他这样。好好念书。邹于清想笑，想放声大笑。这世道里，上山做匪盗尚有一条生路，好好念圣贤书的，要么守节饿死，要么鱼肉乡里。人到绝境时，他连良心都饿死了。半夜，邹于清哆哆嗦嗦捡了块破瓦，恨自己只敢抢那个瘦瘦小小的姑娘。但是抢了她，就算开了个头，往后杀人劫掠，不过一步步豁出去就是了。半块破瓦还没指着他时，他把自己剩的半个冷窝头又掰了一大半给他。这是我给你的，不算你抢的。一句话叫他苦海猛回身，才后怕地发现自己在万丈悬崖边，差一点跌落粉身碎骨。见他呆呆的不肯接，他又小声说了句：你别听我神母瞎说，我阿娘活着的时候说过，读书是有用的。不知道她叫什么，但知道她姓柳，是个很心善的姑娘。后来几年颠沛流离，好容易安身下来，他攒了一点钱，就托媒人上门说了这门亲事。神母并不关心他的婚事，拿了定礼就随口胡乱应了下来。阿禅心善，当年见不得人活活饿死，也曾省下一些口粮给旁人，所以他来周家投奔，也阴差阳错地对上了一份恩情。在书院里，邹于清能察觉到周艳里对自己的敌意和排挤，可他不在意，反正这世上除了他，谁讨厌自己都不要紧。他只听阿禅说的话，好好读书，一定有用。那天看到周艳里为难自己不成，开始刁难他的未婚妻，邹于清其实也不在意。可是听到他未婚妻姓柳，邹于清停了脚步，看他红着眼圈，想到了同窗们的议论和周艳里的吹嘘。吹嘘这个爱慕虚荣的未婚妻为了嫁进周家有多么能忍。邹于清本来没有仔细看过他的脸，也没有想帮他解围，因为这世上除了阿禅，谁的尊严脸面都不要紧。他本来不想多管闲事，可是谁叫他也姓柳呢？看他破涕为笑，满眼感激，周艳里急了。邹于清冷冷地扫了周艳里一眼，头一回觉得这个从前跟自己成绩不相上下的纨绔公子真的很蠢，蠢到连自己的心意都察觉不到，蠢到作践旁人，也作践自己。不过还好他蠢。周艳里自作聪明，自己就笨拙诚恳；周艳里刻薄自大，自己就温柔小意。阿禅抱着陶罐虚张声势，嘴硬心软的样子真好看。阿禅偷看他吃饭，苦恼算着算数的样子真可爱。他装睡，他拿起扇子给他扇风，扇到睡着的时候，邹于清轻轻一笑，就知道以退为进，叫他慢慢喜欢自己并非没有可能。可他神母欺负他，偷了他的钱，他应该卑劣的窃喜，窃喜这样他无处可去，只能留在自己身边。可是一想到他会哭，会害怕，自己的心就像被狠狠攥住，说不上的心疼。当下无法为他讨回公道，就凑一笔钱给他。其实那天晚上他还想要不要展示背上的伤，好叫他再早一点，再死心塌地一点喜欢上自己。可看他哭红的眼睛和肿起的脚踝，就一点狡诈的心思都没了。月光像糖，铺满回家的路，罐子里的铜板叮叮咚咚地响。他趴在自己肩上，呜咽着说了好多的话。说什么他不知道攒钱很难，不知道他把他想得很坏，不知道他要离开的傻话，还说他傻，明明他也什么都不知道。不知道他有多好，不知道他心思多坏，不知道他早就把他装在心里，扑通扑通想了好多年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